你知道在《仙剑奇侠传》2部曲中哪把兵器的实力最强吗？我看肯定很多人会说飞鹏将军的镇妖剑、龙葵献祭的魔剑，但其实他们都排不上前列，甚至魔剑也只能排在第5。第1就连天帝都想得到。今天我就为大家盘点一下《仙剑》影视剧中的10大神兵利器。第10，无尘剑。看过《仙剑1》的都知道，李逍遥身上一直都憋着2把剑，一把木剑，一把铁剑。其中李逍遥最常使用的就是铁剑，而这把铁剑的名字叫做无尘剑，是他的父亲李三留给李逍遥的。不仅如此，这把无尘剑被誉为上古神剑，威力无穷，指天天崩，指地地裂。除了在《仙剑1》中登场外，无尘剑还在《仙剑3》以及《仙剑3外传》中出现过。不过众所周知的是，仙剑到了3代以后，世界观打开了，神魔之说越来越盛，所以无尘剑虽为人间神器，但是与很多名剑比起来，无尘剑就逊色不少了。可以说无尘剑是贴合人族特性的好剑，因为其地位特殊，又是李逍遥的配件，所以破格提名至此。剑身雪亮通透，锋利无比，剑柄短而坚固，是人人都想得到的珍贵之剑。第9，酒葫芦。酒葫芦原本是蜀山俗家弟子九剑仙喝酒用的，因此他常陪伴在九剑仙左右。在外人的眼中，这只葫芦没有名字，只是一个普通的酒葫芦罢了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它久经沙场，吸收大量天地精华，并以九剑仙的仙气为推动助力，可以作为飞行的坐骑，并且飞行时能产生木之灵气，令主人在山水天地间畅游无阻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可以降妖除魔，一般的小妖在它面前都要被收进葫芦体内。第8，御妖弓。龙葵作为千年的剑魂，它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能够用龙葵变身成红葵，而且一旦变身就能够使用弓箭进行战斗。整副弓箭就和它的服装颜色是一样的，都是火一样的红色，看上去非常的亮眼。并且这把弓箭的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叫做御妖弓，名称听起来非常清新脱俗，跟它本身的气质也比较符合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龙葵的这把弓也是非常厉害的，在每一次遇到小妖的时候，这把弓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，帮助龙葵及景天脱离险境。第7，星辰剑。在电视剧中，徐长卿的佩剑其实就是蜀山制式佩剑，可以说是蜀山弟子们人手一把，这没有什么特点。但在原著中，徐长卿可是有2把神器的。第1把乃是星辰剑，能够斩日月星辰，破天地混沌，其威力丝毫不输镇妖剑，并且这把剑的名字也比较有诗意。而徐长卿不仅只有这1样神器，他还有一杆烈日枪，这把长枪也是跟镇妖剑同一级别的兵器，能够隔空伤人，威力十分不俗。第6，炎波雪刃。炎波雪刃是仙剑3中魔尊重楼的兵器，其实重楼刚出场时自带霸气属性，令人眼前一亮，自身的战力也是在魔界第1。其实在前期战斗时，我们基本看不到重楼使用兵器，因为他的实力太强，武器出场的机会并不多。直到后期战斗时，大家就能看到重楼2臂上各有一把弯刀，他们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炎波雪刃。在仙剑3中，对于重楼兵刃的叙述并不多，但从重楼的万刃可以镇妖剑抗衡来看，这把兵刃的来头也相当大。铸造材质与镇妖剑如出一辙，由神农九泉中的炎波拳魂与陨星神铁所铸，与镇妖剑同属9大无上神兵之一，实力不可谓不强。第5，魔剑。这把魔剑可以说是仙剑3中大家最喜欢的一把了吧？它是由景天前世龙阳还有龙葵肉身献祭铸成，是一柄有生命的剑，可以将仇恨、怨气、战意等转化成自己的灵力。此剑以紫色为主体，剑身刻有汲取灵力的符文，分为龙阳、慕容紫英、景天3人使用。剑身长1.74米，剑宽20厘米，剑柄长约10厘米，宽约3厘米。魔剑自诞生就是一把象征灾难和死亡的剑，凶戾之气让人望而却步，甚至在6界都罕有匹敌。此剑跨越千年，与景天前世今生交错，后因引起浩劫，被蜀山收归锁妖塔顶，然后重楼破塔取出，赠予景天。魔剑是景天最钟爱的宝物，也与景天的命运息息相关。当你看这把魔剑的时候，幻想着自己也有一把，不过威力还是不错的，但在景天的手上好像发挥不出他应有的实力。第4，镇妖剑。镇妖剑是仙剑系列的常客，镇妖剑的原名为照胆神剑，是由伏羲帝取照胆神拳的拳魂，再加上陨星神铁铸造而成。此剑被赐予天将飞鹏，镇妖剑天生神力，可诛伏百妖，威慑百魔。飞鹏使用此剑和魔尊重楼交手，不慎被打落，掉落人间。蜀山的开山鼻祖就是凭借此剑斩妖除魔，成立了蜀山派，与锁妖塔镇压群妖。镇妖剑剑柄为青色，剑身为银色，其强大的灵力非强者不能使用，剑锋所指，妖魔战力。第3，神魔剑。看过仙剑的都知道，神魔剑是为了对抗大魔头邪剑仙，由魔剑和镇妖剑2大神剑为助材，并辅以龙葵的千年修为，铸造出了一把绝强的神兵神魔剑。此剑拥有强大的能力，不仅能够镇邪除魔，并且本身因为融合了魔剑，因此拥有一定的魔性，十分可怕。此剑集合神魔2种可怕的力量，威力无穷，它拥有着天地间无可比拟的锋利和坚硬，非此剑无以灭邪剑仙，是最有灵气的正道之剑。最后景天凭借此剑刺中邪剑仙眉心，将他击杀，威力无穷，就算是由神农九泉铸造的9大无上神兵，在他面前也不过是弟弟。第2，五灵珠。在仙剑3的剧情中，五灵珠也是非常强大的存在，作为上古时期女娲补天遗留下来的神器，是凡间还有天庭中最强大的武器。它拥有风雷水火土5种属性，相传是太古时代由女娲大神击败武灵魔兽，将其封印炼制而成，内部蕴含着无穷的法力，有横扫人间一切的巨大能量。在仙剑1中，两人在锁妖塔崩塌之后身受重伤，但因其女娲后裔的身份，圣公说要集齐五灵珠、凤凰蛋和7
麒麟角，便可使用大地之力拯救灵儿，可见其威力之强大。第一，李逍遥的画，在仙剑2部曲中的武器真是琳琅满目，各显神通，而真正能够排第一的就是李逍遥的画，甚至他连天地都想要。那他到底有多厉害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在仙剑1的时候，李逍遥在穿越过去的时候，女娲也送了一个画，也就是李逍遥的画。至于后面的人间，就是因为画，所以李逍遥能够穿越时空，估计都是因为画能够穿越时间。你再厉害的武器，在我面前都没用。或许这就是主角光环的魅力吧。以至于为何天帝都没有这武器呢？或许是因为三权分立，不能让天帝太厉害了。